經濟生活源，如果要是沒有燃氣的話，你隨便用，我們這兒不管。有什麼權利不讓村民用柴火灶？中共借環保之名推行煤改气工程，大量農民遭殃。河北省冬季供暖從煤气改為天然氣以後，農民燒不起天然氣，又被禁止燒煤，只能是硬扛。當地農民紛紛抱怨，很多歲數大的留守老人扛不住凍都走了。這附近村裡都凍死多少個老人了？你們管過嗎？但是呢，中共當局嚴控言論，相關話題在網上被禁止討論，要求刪除視頻。1月7號，名為小蛋糕的日本勇者村的用戶在 X 平台上轉發了多則視頻。情況的網友呢，就說你不燒煤，可以燒其他的嗎？偷偷的燒就行了嗎？我想說無人機知道吧？你燒這些不可能不冒煙吧？你總要把煙排出去吧？那無人機在上面一清二楚，你只要烟囱冒烟，那些雜種聞着味兒就過來了。那無人機不止白天，晚上也在不定時巡邏。誰家燒了火，那頭看得清清楚楚，查到你了，500到2000的罰款，還要把你燒火的東西全沒收了。而且呢，他們還鼓勵鄰里之間相互舉報，誰舉報了查到後給你獎勵。你說人心隔肚皮，誰敢保證別人就不會舉報你呢？博主說，村裡100多戶人家開天然氣的不超過10家，那還得是家裡有小孩的，只有硬扛，真的是沒有一點辦法。小蛋糕在 X 平台上發帖說，以前農村燒煤過冬，一冬天只要幾百塊錢，現在呢，天然氣1個月最少2-3千塊錢，村裡幾乎是家家都是燒不起，村民只能是硬扛。每年冬天都有不少老人被凍死。他感嘆道，這就是全面脫貧，人人幸福的中國。2026年了，河北就在北京邊上，還能凍死人，你們要不要臉呢？不知道的還以為現在是萬惡的舊社會呢。你們給委內瑞拉1000億，如果拿點回來用在老百姓身上，農村老人何至於被凍死？你們該不會是想靠這個解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吧？2017年開始，為改善空氣品質，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力推進煤改氣和煤改電工程。河北省方面将與北京市接壤的保定市、廊坊市下轄的18個縣級行政區為禁煤區。據報道，過去燒煤，河北農村家庭一冬取暖費僅僅是2-3千塊錢，改用天然氣以後呢，費用從5000塊錢起步，成本是燒煤的2到3倍，占農戶年收入的30%到50%。2024年，河北農村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為2.2萬元，取暖費用壓力巨大，而政府補貼卻是大幅減少，每立方米補貼從最初的1塊錢減至0.2元。這個農村燃氣取暖問題，當初安裝燃氣說有國家補貼，結果3塊多錢一方，比北京都貴。原先幾百塊1噸煤就能過一個冬，現在說搞環保，你搞環保憑什麼我們農民來買單？1個月燃氣費最少2-3千，就這個費用就是很多城裡人也負擔不起吧。我老家就是河北的，現在不止河北，連河南農村也出現了跟我們一樣用不起燃气取暖的。聽我媽說，全村人幾乎沒人用得起。現在溫度多低啊！前2天又凍死了一個，村裡老人凍得直哆嗦，都在硬扛。博主說，我們花了幾千上萬塊安裝費，有些家庭連安裝費都出不起，又不准人家燒煤，你們這是要幹什麼呢？把人逼死嗎？我想問，做這個決定的領導，你們有父母在農村嗎？他們用得起燃氣嗎？我跟我媽說，別心疼錢，你冷就開。結果我媽說，開了跟沒開一樣，溫度就比屋外高幾度，那表上的字兒就跟坐火箭一樣，蹭蹭往上冒。各位領導，你們沒父母嗎？你們不是父母生的，父母養的嗎？農村取暖問題都多久了？自從改用了燃氣取暖以後呢，每年冬天幾乎都有老人被凍死，你們就真的不管嗎？是不是不要出大問題了，你們才會重視呢？老人不懂怎麼發聲，但我們年輕人不會。你們一天不給答復，我就天天發，有本事你就把我的號給封了。咱河北農村的取暖費是不是已經高到離譜了？先說說以前啊，我記得我小時候冬天，我們一冬天可能就買1000多塊錢的煤，
天天爐子燒炕，屋裡暖和和的，一冬天都不用愁啊。就是现在你看煤不让燒了，全换成这个天然气了，这取暖费直接飙升。100平米的房子，你要想燒到18度，一天就得差不多20多立方的气儿。按河北多數農村來算啊，3塊1毛5一立方，一天就要60多塊錢，一個月下來近2000塊錢。你要是再想燒得暖和點啊，一個月3000你都打不住，整個冬天下來最高得1萬多塊錢。博主說，可是河北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也就2萬塊出頭，光取暖費就佔大半的收入，這樣老百姓可咋活呀？老人養老金一個月也才100到200塊，根本交不起取暖費，只能裹着厚厚的棉衣，縮在炕頭上硬扛着。我已經刷到很多次河北供暖的問題了。我是一個河北人，我深知供暖對於河北人來說，在冬天真的是救命的一件事情。在我們河北之前，冬天都是在燒煤，所有的人都在燒煤，在農村老家裡面，所以家裡面就非常的暖和，特別的暖和。就家裡面的那個牆嘛，家裡的老房子，它的那種保暖性啊，做的又不是特別好，所以就只能靠燒煤維持室內的溫度。然後回老家的時候，進屋子，我爺爺奶奶燒的那個屋子都非常的暖和。就比市裡供暖的房間、集體供暖的房間都要暖和，就很有家的感覺。在屋子裡面都只穿一個單袖就可以了。博主說，這幾年他回到老家時發現，爺爺奶奶只有在他們回家的時候才捨得打開天然氣供暖的暖氣片。可是即便是打開了，屋子裡也並不暖和，整個家依舊是冷冰冰的。他不敢想象老人們是如何熬過一個又一個寒冬的。由於年紀大了，又沒有什麼收入，爺爺奶奶平時捨不得開天然氣供暖，那東西費用太高，一個冬天用下來就要花上幾千塊錢。無奈之下，他們只能是靠燒煤取暖。但如今呢，燒煤又被禁止了。有一則視頻顯示，為了防止村民燒火做飯，當地把灶台封了。在一位老人家裡，灶台已被封死。老人說，他們說影響環境。另一戶人家，被褥凍得貼到牆上和床上，轉一下發出撕裂裂的聲音。窖炕裡頭是燒柴的嗎？燒柴的。現在是封了。那個影響環境了。那現在是怎麼給你解決啊？沒得辦法。一名男子說，沒有一家開暖氣的，家家戶戶都在硬扛。當初騙我們安天然氣，結果根本就燒不起。現在是煤不准燒，財不准燒，農村一年才掙幾千萬把塊錢。當局有點毒辣狠招，全用在老百姓身上了。這附近村裡都凍死多少個老人了？你們管過嗎？面對掛在牆上正在轉動的幾乎1秒1個字的 IC 卡模式燃氣表，一名男子說，今天給大家開開眼，見過轉得快的，見過轉得比他快的嗎？照這個轉數，這一年沒個18000的下不來。因為河北取暖這個問題啊，前2天不是我發了個視頻嘛，被下架了啊，沒有任何提示的下架了。有一部分那個朋友們就說了啊，他說了以前天然氣貴，即使讓你燒煤，那煤不要錢嗎？煤不是也1000多一噸，挺貴嗎？說一冬天不得燒個4、5噸嗎？大哥，誰家一冬天能燒4、5噸呢？就是村裡邊那些老人，他們一間房裡邊生個爐子，蜂窩煤爐子，一塊蜂窩煤就幾毛，一冬天燒不了多少錢。真的，而且那上面還能燒水，還能做飯，真的比較省啊。再說咱們又再說回來了啊，不一定非得燒煤啊，你知道吧？村裡邊種苞米、種葵花、種玉米，玉米杆那個苞米把那個米粒摳下來之後，那個玉米棒子都是可以燒的，外邊那個枯樹枝啥的都是可以燒的，再不濟外邊枯草啥的都可以燒的。有網友建議老人們可以開電暖氣，用電做飯、燒水，甚至是使用電熱毯，但博主認為這並不現實，因為電費也是並不便宜。中國實行階梯式電價，用量越多，單價就越高。如果用電多了，費用可能會非常的驚人。我是真沒想到哈，原來不僅僅是河北、山河4省以及一些其他地區的冬天也不讓燒煤燒柴，甚至有些地方的天然氣的價格呢比河北還要貴。城市裡面2000塊錢就能過一個暖冬，反而農村要花5000以上，甚至過萬。想想就感覺挺魔幻的。有人問我為什麼不用電取暖？其實在農村啊也有用電的，但是用電取暖的價格呢是比燒煤還是要高出很多很多。那些靠種地和打一些零工掙錢的農村和家庭同樣是無法承擔的啊。
因为河北進行了煤改氣、煤改電，那一個家庭如果這個冬天要達到18度的溫度，可以給南方的朋友普及一下，因為在北方取暖，這是一個最低的溫度線，只能18度以上，不能低於這個溫度。那這樣的話，一天呢大概要燒20到30立方米的氣，那一天的費用呢，按照石家莊地區的第一階梯的價格來算，也是60多到90多，這樣一整個冬天大概就要7500到11000多，就是北京費用的3倍到5倍之多了。博主說，在河北農村，在煤改氣、煤改電之前呢，他們燒煤的話，一個家庭大概就是2000塊的成本。後來用了比較好的無煙優質煤，成本就會高一些，大概是3000塊錢左右。中共政府禁止燒煤，說是為了環保。當時政府也給了補貼，除了一次性的補貼之外，如果是燒天然氣，燒1立方米還有1塊錢的補貼。但是後來呢，這個補貼就大幅的下滑，現在1立方米就只有2毛錢的補貼。你們可能都不知道河北農村現在成什麼樣了哈，零下10幾度的天氣，用不起天然氣還不讓燒煤。在河北農村，3塊1毛8一立方的天然氣價格，比北京城裡的2塊6的價格還要貴5毛錢。對一個農村家庭來說，一天光取暖費就得70-80，一個冬天下來少說5-6千，多則上萬。你要知道，農村家庭啊，大多靠種地打零工謀生，一年的收入本來就是有限的，這麼高的一個取暖費對他們來說是無法承受的。有人可能會問，天然氣貴，那就偷偷改收點煤唄。博主說，那你可能是真的不知道監管是有多嚴呢，嚴到讓你喘不過氣來，煙囪裡冒一點點的煙，空氣裡飄一點點的煤味兒，都可能會被發現。夜裡還有無人機在巡查，一旦是違規，等待的就是罰款。尤其是家裡有留守老人和兒童的，真的是太難了。那網上的河北人啊，天天都說冬天裡取不取暖的什麼的，你別發了行不行？就說的委屈巴巴的，就以為全國就你們用不起一樣。你以為我們河南能用得起啊？我們一樣用不起。燒煤燒柴連煙都不能冒，那天然氣貴得要死，開電費階梯性的收費，知道不知道？還就你們取不取暖的，我們就主打2個字，硬扛。眾所周知，中國農村養老金超低，河北省農村養老金2025年省級最低標準調整至每個月158塊錢，地區不同，養老金金額不同，個別縣可能會高一些。中國網絡上大量網友呼籲關注河北農村取暖的問題，當局卻禁止討論。比如微博河北農村供暖等話題衝上熱搜以後呢，用戶卻被告知，抱歉，該話題內容未予顯示。X 網友紛紛留言，這已經不是斬殺線，而是斬殺流水線，這就是共產黨的所作所為，必須推翻中共，民眾才能過上好日子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，請您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